但是我说实在就是在我剪片子的时候，我可能会突然意识到，或者说被这个剧情带入了。我剪片子的时候会，就我剪片子，我突然发现，哎，这段拍的就是还挺暧昧的。然后我自己在审片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啊，好甜，就是自己会融入进去。啊，可能会有这个阶段，但是一定不是拍戏的阶段。拍戏的阶段是你跳脱不了自己是个导演的一个身份的。啊，你导演的身份其实就是要调度全场。啊，明天我要去剪个头发，明天剪一回，然后年前再剪一回。房子全款吗？不是全款，我都是贷款。之前有一套房子是全款，但是卖掉了。范新瑶，你小点声，你再吵我揍你啊！等一会儿我去揍孩子去。好啊，哇，做导演赚很多钱吗？导演赚很多钱吗？一个项目能赚个20万左右吧。啊，你说很多钱吗？我觉得一年也就赚那么一个嘛，也就赚那么一次20万嘛，不是每年都有作品，对吧？这算是赚钱吗？在你们眼里，拍一部戏大概能赚20、15、15、20、15、20，不太确定。我不知道这在你们的思想里边，这算是赚钱不？
又分手了吗？看你视频都没有了，我视频没有了，不代表我分手了。深圳的房还在吗？你们老关心我的房子干什么？老关心我的房子干什么？怎么了？天天关心我的那个这些东西干什么？深圳房在不在啊？啊，在。很奇怪，知道吗？又关心我是不是全款买的，又关心我房子还在不在。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属于就是关心我的房产。我现在就是两套房子，啊，然后两套房子一辆车，也算是两辆，或者说一辆。因为我有套房子给我姐姐了，不是有一辆车给姐姐了，就是她也算是家里的，嗯，就是两套房子一辆车吧，我觉得就算我自己的就算是一辆，但你要是按照正常的思维的话，那辆车没有写我的名，对，那辆车写的是小大夫的名，所以就是嗯，可能连车都没有。对，房子还有贷款，对，所以你算是有钱吗？也不算是有钱，没钱嘛，你还有，就是嗯，就就就就觉得可以就是嗯，咋说呢？嗯，咋说呢？我也说不明白。一个目标，你现在中国能有一个目标的家庭也太少了啊！小大夫的嫁妆是一辆车，他的嫁妆他之前有一辆车，我给他买了一辆车，但是后来卖掉了，因为他不工作了，所以那辆车他还得还着贷款，后来就卖掉了。卖掉了以后，他现在就等于没有车了。嗯，我那辆车当时是为什么？就是其实当时，其实就是想给那谁买一辆。嗯，当时可能是想给那个龙二买一辆，因为龙二那个时候想跟我一起做酒吧，他帮我管理酒吧，然后所以就再买一辆车，再买那辆车就买了那个凯迪拉克，但是因为凯迪拉克是油车，然后当时那个我的社保还没满2年，所以就用小大夫的名字去买的，嗯，然后当时也是想着说，如果说，当时我就想着说，如果说我跟小大夫分手了的话，这辆车就给他，贷款也归他，我是这么想的。但是随即，嗯，又给小大夫又买了一辆车，所以就是这辆车就属于，还属于我自己的，对对，当时是，就是可能是这样想的。但没想到后来又给他买了一辆，也是付的首付买的。我所有的这个买的一些东西全都是贷款买的，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对，小大夫听到会不会气死？他为什么会气死呢？我不太懂。
凯迪拉克费油吗？嗯，因为我没开过其他的车。嗯嗯，我没开过其他的车，所以我不知道其他的车是怎么样的一个费油量，我也不确定我这辆车费不费油。几个油？我一般开的话，现在是显示是9.1啊。贷款它的名，嗯，还贷，贷款它的名，它还贷呀、什么意思？我没太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光有车，但他还有贷款是吧？小日子的车省油是的，美系车都会比较费油啊，美系车都很费油。我回老家吊盐水不在了，什么都没了。那个计量液，你不光要吊盐水，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脑子。这个计量液，他经常会说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话，他跟咱们聊天，他都不是在同一个画风里边。他突然，他就是我直播间里经常会出现这种人，他就是他聊他的，跟主播聊的是完全就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就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我会说，就是我看到这种聊天，然后我就很想把这种人拉黑，就我不想回复，你知道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你知道，他自己说自己的，这是一种精神类的疾病。感觉没什么变化，因为你总来看我，所以你觉得没什么变化。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变化很大？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我的头发是黑色的啊，但我说实在的，我不愿意总染。现在的染发膏倒不至于说伤头发，它不会伤头发了，但是可能比较麻烦。它20多天它就都长出来，所以我就不愿意染，太麻烦。你想想，每个月你要染一次，每个月你要染一次，我觉得很麻烦。对，都比较健康了，都不像之前那样。你还近视眼吗？我一直都近视加散光。我得注重保养了。我我注重保养，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就是我不是那种该保养的人，就我的性格可能我的性格可能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就是不太会什么注重养生啊。比如说，就是我之前有，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会买什么护肤品呐、之类的，买了以后就是在那块这3年多了，就感觉就是一直在那放着。你说的保养不是护肤，嗯，晚上好，晚上坏，高气泡饭那种，那不是我呀。我觉得那不是我。你让我保养，我觉得那不是我。因为我们就不会那么金贵的活着。
我不买车最大的原因就是不想增加负担，怎么舒服怎么来啊。那什么时候你觉得没有负担呢？就是这个白 U 白 U 就1260，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是没负担的呢？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我也觉得说，是因为我其实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三十岁之前的时候，我就会考虑说，我就不买房不买车，嗯，起码工作稳定。你也说工作就环境稳定之类的，嗯，我们在买的时候是稳定的，你要知道人生是变幻莫测的啊，你可能你买的时候，或者说你决定的时候是稳定的，但是这个世界哪有来说那种稳定的那种情况呢？它是不不会稳定的呀，你就会有变动啊。对呀，我30岁的时候，我有能力我买房，我也买车，但是我没买，因为那个时候是自己不想买。后来我觉得我有能力就是应对这些变化了，但是就是这个变动其实还蛮大的，嗯。现在年轻人买房不贷款，不靠家里的屈指可数。我是那个买房的，但是我必须得贷款的那种。徐铮铮你好，就是我觉得你有欲望，你可以去贷款，但是你不要靠家里。但是其实靠家里真香啊，对吧？我们是没办法，因为家里确实是不能让你就是借上力的，家里是有多大能力，其实你自己是知道的啊。我要当你1000个关注的人，不关注，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关注你，然后你好像换号了之类的，反正就是比较变化的一个人，我忘了。我的意思，现在买房买车不就是妥妥的房奴吗？压死你！那是被封。头发白这么多了，买房买车就是房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说句实在话啊，你要不买房，卖房买车，你如果不贷款的话，可能你要求全款的话，我觉得你这辈子买不上。嗯，就是我觉得你要不贷款的话，可能你这辈子买不上。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很多人其实一辈子都买不上。嗯，车可以的，车是完全，嗯，上也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你会觉得说等等够了你再去买，等够了你再去买，这就好比就是说，呃，就是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就觉得说等过一段时间你再去做，那你永远都做不上。嗯，我最近咋的了？我没咋的呀，就好比我就一直都在说，我说我想健身，然后
我就一直没健上身，因为我都会觉得说，等过一段时间不忙了我再健嘛，万一就是健身一段时间，然后又停了怎么办？贷款不是更贵吗？就贷款其实会帮你下了一定决心，对，它会让你下定决心，就是有的时候你缺那个决心啊。车子啊，是的啊，其实现在的人的消费就是这个习惯啊。我家里不听我劝，我让等2年，结果19年最贵的时候贷款买了房。你有全款的实力，就是要贷款。嗯，你古木古狼龟，你说我是吗？你说我是吗？木古狼龟说的，就你说这个观点其实也是对的，就是当你有钱的时候啊，你会更懂得去怎么去用钱。就你能明白吗？就是如果说你有200万的话，可能这个房子100万，你不会拿着100万去全款去买房子，你可能拿50万去付首付，50万去做贷款，因为你更懂怎么去用钱嘛。所以就是刚才就是那些年纪小的朋友说的那些观点，其实不太成立。就是就像韩寒说的那种观点，包括有些人说的那些观点，就不太成立。你钱越多，你越不会全款买。嗯，就是反正我身边的有钱人都会告诉我说，贷款划算，贷款划算。嗯，就谁也没就我现在其实我大概懂他们的意思啊，但是呃，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情况去就是说要运用我自己的钱啊，没有。真心交友，真诚交友。我看看什么情况。41亿米7870体制工作找固定的朋友。我想问一下，这个青城山下，我不是全款。我想问一下，青城山下，你说体制的工作，是就类似于公务员是吗？我帮你征一下婚。青城山下，你说你是公务员是吧？公务员能说吗？啊，这也不能说，感觉不能说。完了，这是找着了，出去了是吗？这么快找着了？啊，青城山下，青城山下，先让他找吧。嗯，我这直播间61个，你是来我这找，能找着吗？找朋友都插出去。嗯，
你看起来精气神不足，那我应该怎么样？对，我的眼，这他的眼睛，对，那我应该怎么样叫精气神足？昨晚猛克朱明磊和高志鹏 CP。我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片子，叫《杂技师》，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叫那个加拿大，哎，是加拿大的，有一部片子叫《杂技师》，杂技师，就大家可以看，杂技师可以看，很奇怪。我是抱着看文艺片的角度，然后我去看的，结果我的妈呀！有没有渠道自己去网上去搜？嗯，叫杂技师，加拿大的，好像是加拿大的，但是是西班牙语。大纲是什么？反正我觉得莫名其妙，就蛮大胆的，吓我一跳。就尺度之大，嗯，尺度很大啊，就大到，嗯，就是大到，就太他妈大了，就是你们去看吧。我真的是抱着文艺片儿，因为我是好像是谁在那个抖音里边说，就是说新出了这么一个片子，我也没看那个评论区，我也没怎么样，我就说那我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就俩男主长得都挺好看的，嗯，这前面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像个电影，就它很多的废镜头，然后其实因为我觉得就是国外的这种片子可能会，就是这种慢慢叙事的风格。直到我看了将近10多分钟、20多分钟的时候，我的妈呀！看完了以后我就说啊，这看完这个就是大概开始的就是大概就是那个片段，第一个让我惊艳的片段，大概有2分钟吧，大概有两分钟。看完这2分钟，然后我就开始快进，就是快进，我就找下一个这么精彩的片段。全片总共有3个这样好看的片段。哎呦，就是它怎么尺度这么大呀？我这你们搜啊，这叫那个杂技师吧？这叫杂技师。什么？刚才说什么？是不是胖的？嗯、肌肉的。
不是胖的，就是属于肌肉吧，肌肉也有一点点肉状的那种，对，就你们看这个杂技师一定会回头跟我说，太他妈大了，尺度尺度太他妈大了，没见过这种电影的，就没见过尺度这么大的电影，它还叫电影。我告诉你，它是叫电影。我记得豆瓣上有一个人评论说，他就是披着电影外套的，对，太夸张了啊！它比美剧的尺度还要大，嗯，美剧的尺度没它大，它还是个电影。小大夫在里边躺着呢。是的，好夸张的。有没有看完的回来跟我讨论的？看那个封面就有感觉了。这封面还好吧？在什么地方能看？就是你搜百度就在线就观看了，搜百度就能搜到吧？我觉得应该能搜到。为什么杂技师在线杂技师电影在线观看？这还用我教你啊？这个我觉得搜啊，不是刚说完吗？不说了啊，这个有啥说的？反正我看到我是吓一跳。电影的名称是什么？叫杂技师。有点不敢看，一个人看啊，就别在电视上看。啊，是看了受不了咋的？受不了。炖的饺子皮是啥意思？需要准备饺子皮、馄饨皮吗？不懂，馄饨皮是什么？就自己看，就这个片子要自己看。包馄饨是什么意思？不懂。纸巾呢？看你有没有那个，对，主播现在不蓄胡子了吗？因为我胡子也白了，我就很烦。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大家讨论说你胡子白了，你头发白了，你眉毛白了之类的，就我很讨厌，所以我就把胡子刮了。就你们聊什么头发白了、胡子白了，我这种话题我其实是接不上的。头发乱流什么意思？白了很性感啊，头发乱流啊。你说的是那个啥，张学友那个。
搜到了是不是啊？自己偷摸看嘛，戴耳机看。啊，为什么通讯录友情说断就断？友情说断就断，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友情，因为在我的认知里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爱情。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爱情啊。第二个可能是亲情，第三可能才是友情。友情还分很多种啊，现在好难是吧？就我能说我不太喜欢开酒吧吗？就我其实我的个性其实不适合做酒吧，但是我是硬逼自己去做的，所以这3年半当你不做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整体来讲的话是放松的。就是当我就是不做了之后，我连想我都不愿意去想，我也不愿意去面对我不做这件事情，肯定心里会有一些难过，就是因为你做了3年半的时间，但是整体是真的是好轻松。我终于就是我在做酒吧的时候，我每天就是会有一点焦虑，就会焦虑，特别到周五、周六的时候，就到周四的时候我就开始焦虑。因为酒吧这个东西，它其实呃，我们前期做着还非常轻松的，一开始是难，后来就轻松了。轻松之后，紧接着就是疫情啊，各种相关部门啊不让你开啊，然后后来疫情好不容易结束了，大家又没钱了呀，所以就是都处在那种就是未知。呃，其实我做酒吧老板之后，我认识了很多酒吧老板，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哎，你们做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说，一样的，他们一到周五、周六的时候会焦虑。嗯，确实就是，因为我们做酒吧其实最主要就靠周五、周六，2天的时间要把这一周的钱要赚过来。所以如果说你周五、周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是单休，因为我来了深圳以后，我才知道有单休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本来说周五、周六2天我们要好好的抓一下营业额之类的，结果突然周五的时候就没人来，就来了几桌就没人，然后我就非常的郁闷。他们说今天是单休，这周是单休。嗯，对，就这边是单休。我说单休，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计划全打乱，心情也变得没力了，就经常会这样。深圳这边的酒吧生意没有广州，一定是这样。我去广州，我就会觉得说，广州的年轻人他们是会去酒吧玩的，但是深圳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做牛马就算不做牛马，他们可能对，就是他们就是重心是在赚钱上。嗯，不一样。我觉得两个城市不太一样。就我每次我去广州，我也会觉得说，哎，广州好多新鲜面孔，年轻人，大家玩的很嗨。但深圳的就大家就喜欢坐着，然后坐着，然后喝喝酒，然后做到1点就回家了，回家然后第二天可能就是干点别的事儿，一周就过去了。
深圳人年纪比较大吗？深圳的年轻人，也有年轻人，但是，嗯、我们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酒吧是这样的，就是要便宜呢，猫员外比我们便宜，好多的同性恋更喜欢去便宜的地方去喝酒。我们属于那种清吧，但是又有一点点小贵的一个酒吧，因为我们的成本比较高，因为我们的租金比较高，我们的员工工资比较高，人工比较高，他们喜欢去那种酒吧。但那种酒吧我一直都觉得说，哎，人很多，但是也不太赚钱。对，不一样的，就是你像有的喜欢老头儿的就喜欢去那种老头吧，老头吧的价格跟我们差不多，但他们有老头儿，我们没有。嗯，没喝过你们酒吧的，我们酒吧洋酒算贵的。刚才有人说那个野格多少钱？我们的野格应该是49吧？嗯，应该是49吧？酒吧和 KTV 区别很大吗？你是哪里人呢？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很多地方的酒吧，它就是相当于 KTV，就是比如说香港的酒吧，包括日本的酒吧，他们就是公共 KTV 啊。就是你是哪里人呢？就是反正我们的酒吧就不让唱歌，有的酒吧是让唱歌的，有的酒吧是让唱歌的，就老头吧都是让唱歌的那种，嗯，就是他们在酒吧里面唱歌，人人都可以上去唱的那种，嗯，我觉得，就它跟 KTV 没什么区别，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开始价格定的就很高，然后可能也是靠着自己的热度就那几个月疯狂卖酒，都是那个时候就是我有一些粉丝过来，有一个粉丝一个月他是在厂子里上班，然后他一个月赚3000多块钱，他在我那儿消费了一晚上还是2晚上，消费了1万块钱，买了一瓶8888的黑桃 A，然后剩下不是买那种1000块钱的酒，1000块钱的酒他买了好几瓶，然后我们的员工就跟我说那他过年的时候那他怎么回去？他别把钱花光了。后来听说他是坐绿皮火车回去的，或者说他来的时候坐绿皮火车来的。我觉得就是还挺担心的。对，过年期间是不是人比较多？过年期间人比较多，过年期间人不多啊。过年期间都回老家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反而人不多。就是过完年之后，就看人就呜呜回来了。就是你们可能在你们的理解里边，可能节假日人会比较多，其实不是，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要祭祖啊，都要回家过年啊，对吧？酒吧有小时吗？我酒吧都关了，聊这个干嘛？不聊了。嗯，酒吧都关了，你问这些东西干嘛？我
我会觉得说做酒吧这3年可能，就是让自己收获很多的经历。我觉得做酒吧这3年半的时间，让自己经历了好多之前经历不到的事儿，把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包容度可能更高了，对待事情的一些看法不太一样。之前会嗯比较自我，那开完酒吧可能就是会更对应酬啊，对社交可能更得心应手了。我去酒吧喝酒，他去你们酒吧喝酒，是只去酒吧了，是很爱喝酒的人吗？不是呀、要看哎，咱们就说有一些人真的能撒谎，我就觉得直播间里，你们能懂那种撒谎的人吗？就是我非常非常我特别讨厌撒谎的人，就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他是18或者20，哎，这是二十，哎，这是二十，你说二十啊，这是二十，就常规来讲的话，这个手机都这他妈是二十，有人说他20，就是正常的这个镜头啊，二十啊，怎么可能二十？咱们这他妈18在这儿，哎，18，他妈18，咱也不知道这谎言谁能揭穿它。对呀、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啊，怎么可能？对啊，太说话，我不太相信。我觉得，我觉得15、16应该 OK 吧，15、16，嗯，也很奇怪，对吧？15、16，15、16，我觉得差不多，也觉得很奇怪啊，15、16，不太懂。看这个遥控器，这干什么？遥控器14，哎，这个十四，我觉得十四就很好了呀，十四，对吧？十四就很好了。我在干什么？这14已经就是已经很正常了，我觉得已经就超过很多人了。这十四啊，你闺蜜亲自测量，你闺蜜也太，你跟你闺蜜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啊？哎呀，遥控器好摸吗？
那个叮咚咚，那个叮咚咚啊，呃，你的那个抖音是你对象是吗？叮咚咚，那个你抖音是你对象是不是？那你能不能背着你对象给我发一个遥控器呢？你的遥控器，因为叮咚咚，其实他的身材真的，就是算是我能达到96、97分的这种身材，我我我心底我还是向往，就是自己是肌肉一点的，真的，真的，真的，我说实在话啊，就是嗯，就是就我不太喜欢有肚子的那种肌肉，叮咚咚，他其实是有在练自己的肚子，我觉得这肚子稍微你练一练，其实就蛮好。就我觉得所有健身的人，我都会非常非常的呃欣赏，因为我觉得这个健身的毅力，起码我没有所以我会对健身的人另眼看待。所有健身的人，我都会，你知道，我经常会给一些健身的人，然后点赞，我就在试探他认不认识我。如果他认识我的话，他可能就会回关，回关以后，然后我就，哎，就点个回关吧，那种。我不好意思给人点关注的，我一般都是点个赞。他要是识趣儿，他要是识抬举的话，他会关注我。啊、看个遥控器，对，零号卷是的，嗯嗯，叮咚咚咚，你是一还是零啊？叮咚咚，叮咚咚，叮咚咚，你是一还是零？我都不知道，看着像零，0.5偏一只做1.5偏一，一是在性格上是吧？就是是偶尔就是就起床的时候也会哭，就所以就偶尔会哭一哭，所以扣了0.1是吗？没有收到你的赞，你是肌肉吗？哎，那等会儿，哎呀，那我等会儿赶紧点个赞啊，杨小天儿，你跟我说一下话，我去点个赞。有的时候就是，哎呀，感受不到那么多，对吧？是啊，我也能理解。其实我是0.8我是零点八，但是我一般都是做一，也不是说一般，因为我曾经有过做零的一些经历，所以我就不能臭不要脸说我是纯一。我一般都是我的对外说我是0.8嘛，而且我有的时候我会喜欢就是就是会喜欢那个就是会喜欢那个什么嗯什么农牛啊什么，对，所以就是自己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就是就是什么自己纯一之类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也喜欢牛什么的就是你们懂什么牛吗？就是农牛，你们懂吗？我有的时候也是会觉得说，做牛这件事情，就是对，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有危险是不是？嗯，对，
什么呀？你还小，做牛，对，因为我会觉得，嗯，对，我还不能说，对，对，大黄牛，神经病，不是牛要绑吗？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牛是要绑的啊，我不懂要绑的那种啊，牛是要绑的吗？不是 M 是绑的吗？要狂喝水，那没接触过啊，那没接触那个被控，不，我说的那个牛是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啥也不干，然后别人那个就是为我服务的那个牛，不是说你们说的那种牛，你们你们说的那种牛吧，是那种就是偏呃 SM 公司的那种，我这种牛就是属于懒，就是我是属于纯懒，你知道吧？就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什么绳子呀，什么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我没接触过，也没有什么喝水之类的，没，我是真懒啊，就是别人服务我那种，对，就别人就是我在那块，哎，就是这么一咔嚓一坐着，完了就等别人来服务我那种，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我是就是这种算是牛的那种，对吧？我说的对吧？因为我还真忙，因为我真的没有系统的接触过，对啊对，所以我不标榜自己是什么纯一之类的，嗯，那不叫牛，那叫什么呀？就是纯懒，就是自私，就自私，我是特别自私的那种，那叫客人，行行，对，有的时候会，呃因为我是一个恐爱的人，我是一个恐爱的人，对，就是所以我逐渐的可能，我逐渐的可能不愿意就是一和零的那种，对我逐渐的越来越不愿意，因为你不确定对方有没有，嗯前一段时间我跟小大夫就是这样。我跟小大夫就这样，小大夫有一段时间，他就非常好奇，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跟他发生那个了？然后那个就是我没跟他说，然后他就他就要求过几次，后来我终于忍不住，我就跟他说了，嗯，我说你前两次你回你奶奶家了，我说这个过程当中，你万一要去见别人的话，不知道，我不知道，对吧？所以我就不愿意，对，因为这个很正常，就是你不可能24小时在一起。那小大夫又是年轻人，他又不像我什么都见过了，他可能比较年轻，他对什么事情都比较好奇，所以他突然有一天他没回家住的话，我觉得我掌控不了所有的事情，对吧？我掌握不了所有的事情，就是哪怕他再爱我，可能因为他年轻，他可能就是对吧？但是呢，他可能因为他知道我特别在意，所以他回来跟我撒谎的话，那怎么办呢？因为你们记住，因为你们记住，所有撒谎的人在谎言被揭穿的之前，他们都不会承认。所有撒谎的人在谎言拆穿之前，哪怕前零点几秒，他们都会咬紧牙关就在撒谎。
他什么时候承认了，你都不知道他承认的是不是全部，所以我真的很恐惧这个东西，所以我主就是我很恐惧，我是一个非常恐惧这方面的东西的人，就是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我这种心理吗？因为我真的会觉得说，一个年纪就是像我觉得我该经历的我都经历了，我该见过的我都见过了，所以对这些东西我特别大的那种就是会特别被影响或被指引呢，或者被吸引，我不太会啊。但是小朋友他可能什么都没经历过，对，我是保守性，真的我是完全是保守性。你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出去约的就是我一直都不太赞同，但是我现在我也没办法去要求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我觉得我也不一定是对的，但是综合来讲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就去见别人、陌生人之类的，对吧？你熟人的话，你早晚你会出问题；那陌生人，你可能你不了解，所以就大家，反正我这种人就是谁也左右不了我的思想。会带小雨伞吗？嗯，我跟对象不带，我跟对象不带，但是跟别人也没有过，只有跟对象，所以嗯，就是不带嘛，嗯，就你们能懂吗？就是我跟对象是不带的，然后跟就是不是对象的人也不发生，对呀，所以就是不是对象的人也不发生，所以我就等于就是不带嘛，就所以我会恐惧嘛，我其实会恐惧嘛，跟别人没有跟别人过，对，呃，白头发是染的吗？不是染的。你怕不怕对象？我怕，我其实是怕的，所以就开心就好。所以我现在就研究嘛，就是说能不能就是有一些安全的一些方式，就农牛嘛，对，逐渐的演变，对，演变成就是可能自己的喜好往安全方面走，嗯，就因为好多人他是不敢承认的，然后可能对吧？但人家不爽，所以我自私嘛，对，我自私啊，所以就是我自私啊，我自私啊，去体检的，什么去体检的？去体检，GYL GYL，你要想加入我们的聊天，你就首先就是就是知道我们在聊什么。有一些人就是隔一段时间会关注我一次，就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取关了，就不要再关注我啊。就如果说你们取关了，就不要再关注我，我不太喜欢。就你们既然就是取关了，就不要再关注了。就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因为就是很多的主播都在直播，你们可以去看看别人。对，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你反复关注来关注去，你就别关注了因为我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关注来关注去，关注来关注去，别这样因为我隔一段时间会收拾一下自己，隔段时间就会比较邋遢，
你不要就是看这段时间我态度比较好啊，或者说我长得比较好看了啊，你就关注来关注去，没必要啊。误触了，这是对号入座了，也开始。我不太喜欢这样，就是你们觉得说这个人没意思，好不看了，你不看了，你就没必要来回管，来回点啊。这个他有意思了，他没意思了，他有意思，他没意思，没必要。嗯，不用，就是你索性你就别看。我不太喜欢就被那种，就好那种感觉，就好比什么呢？就是好比就是你对象，你前任在外面玩够了，完了觉得别人都就骗他钱，完了又想跟你重归于好那种感觉，就是没必要啊。等你们等你们就是看了，就是青城山下插出去，我直播间除了别人骂我，我会把他那个删除，就是删掉，我其他我们不会删掉啊，就不插出去了。你怎么知道我前任骗我钱？就是很多人会，你知道我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粉丝啊，我有一些所谓的粉丝，他们就说，哎呀，图图我段时间没看见了，但是又来看见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其实都就就是都会有一点点目的性。我说什么目的性呢？他们就说，哎呀，看他直播，他会对你很好，态度会非常好。紧接着，然后就在直播上就是会会让你刷小心心呐、或者说刷礼物打 PK 呀、然后还会给你发私信呢。对，有的主播就会这样，他们会觉得说，哎，转了一圈还是你这边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要求。我说我也有要求，我说看我直播得带脑子，就是他可能转了一圈，可能就觉得我直播间里是唯独不要求大家什么点赞、点关注，什么点亮灯牌、点个小心心，就是我直播间是没有这样的要求的。所以就没必要。你们喜欢谁他不是态度好吗？或者说他的就是那种就是直播的那种就那种比较谦和、比较温柔、比较和善。好，你去看他，因为我是改不了的。我觉得我是改不了，我可能隔一段时间，可能我这段时间比较累，那我可能说话就会温柔一点。但是我要生龙活虎起来，我就开始使劲的，就在对吧？所以就没必要啊！你别拿别人的就是对你心里的要求来要求我，你觉得别人好呢，你就看别人，其实真的无所谓的啊！或者你反复的关注我，真的烦，我真的烦，就好像我是个备选啊！经常经常有的人会拿我跟那个什么龙二比，跟卡卡比，然后我心里就是每当就是有人会说，哎，你不如卡卡，你不如龙二之类的，我心里我都冒出了一个问号，我就说你怎么选上了？这几个谁搭理你啊？就是我会有这种问号，你知道吧？就是可能龙二就压根就不会搭理人，因为据我所了解，就是据我了解，就是龙二就是压根都不会搭理别人，呃，像卡卡可能他也会也会就是礼貌性的就回复别人，但就我们都有对象啊，就是他搭理你，你又能怎样呢？对吧？定区去医美吗？不会啊，没那个心态啊，我没有那个心态，就不觉得说自己是一个精致的人。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每次你做了脸之后啊，可能你要用什么生理盐水去洗脸呢？或者说，哎，要涂什么保湿露啊？要要做这个，不能什么日晒呀、就有这些规则，我坚持不了。
我坚持不了，我就有的时候就忘记了，就直接就出去了。近视镜吗？是近视镜。啊，医美是整容吗？嗯，就你们的问题，我这都回答不上来。对，我是懒的啊，我是很懒的。啊，我是很懒的，因为我会觉得，我平时我都是不爱洗脸的人。你知道我最近我我最近几年我开始洗脸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个问题好奇怪，就是你洗脸是因为什么？我之前我是不爱洗脸的，我可能隔一天一洗。对，我现在我对，我现在是那个必须得洗脸的，为什么？呃，因为我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那个脂溢性皮炎就是头发上会长那个就是起头皮啊，或者说起那个就是包啊之类的。然后它最根本的一个症状就是你头发会比较油，所以你一天不洗头的话，你的头就是会起头皮。所以我就逼自己洗头。然后因为我比较懒，所以我就在洗头的时候顺便把脸洗了，因为我不愿意单独洗头，我洗头的时候必须是洗澡，所以一切都是因为懒。这个懒能让你就是生活改变很多啊。用二氧化硫没用，就是你们但凡就是你们但凡要是真的，对，我每天都洗澡。对，我是每天都洗澡的人，因为我很难去单独的去把头洗一洗，我觉得洗头会让自己的脖领子会变湿啊。我最近用高锰酸钾，拿那个角磨机，拿角磨机你打磨一下啊。能扛完一下，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你得洗头。就是脂溢性皮炎，就是因为你的头经常会出油，所以你不洗的话，你就会堵住毛孔，就会发炎。所以就是大家勤洗头，我觉得就能好很多啊。要不然就是会比较难受啊，你不洗头会难受的。所以我每天都洗。就是我身边有一部分人他是没有脂溢性皮炎的，他告诉我，他说头不能经常洗。有一些人他们是不洗头，就是故意的去养头发，他们会觉得不洗头对头皮好。就有没有就是认同这种观点的？他们就是大概5-6天不洗头，然后让那个头油去养护自己的头皮之类的。我是不行的呀，我是一天不洗头都不行的。所以我也尝试过，我说我的妈呀，我这个头皮严重了。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大家的那个头油比较旺盛。对，爱收拾、爱洗衣服、洗袜子那种，我不是。我跟视频里的人，就是剧情里的人完全不一样。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到了广州之后，我连就是漂亮衣服都没有。
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北京就是北京是一个比较虚荣的城市，大家都会穿的比较的贵气。北京是比较贵气的，就是每个人出门都要精心打扮，会喷香水，然后会把衣服熨一熨，会穿着比较贵的衣服。我在北京的时候是这样，但在广州完全不，就是有的时候穿睡衣就出去了。就我现在去哪儿，我基本上都穿睡衣，然后逛街也穿睡衣，就是那种，就我觉得无所谓，就无所谓。袜子会堆一起扔洗衣机里，你们有那种就是洗袜子和内裤跟衣服分开洗的吗？我没有这毛病啊，我没有这毛病。图图的新房子在哪里？想咨询一下。你咨询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咨询我的房子呢？就是你直接说你的问题。对，我是直接扔的，我没有那个耐心。对，我都是一起洗啊。觉得挺好的，也想开一套惠州大把的，惠州大把的那个叫文刀的。鞋子也是洗衣机洗吗？你挺变态呀！你以为你住学校呢？鞋子什么洗衣机洗？上衣和内裤，对，我都是，哦，我都无所谓的，因为平时我的衣服也不会多脏啊，就是你们，就你们想一想，就是咱们日常穿的衣服可能2-3天就换了，谁会那么脏啊？就是不太会特别脏的那种。平时我们又不干什么体力活，不太会脏。主播更喜欢广州还是北京？综合来讲的话，会喜欢广州多一点。综合来讲的话，会觉得广州的气候会更好一点。就是我不太会喜欢冷的地方。虽然说我是东北人，我都不太喜欢冷，就是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回东北一趟。我觉得东北太冷了。你甚至没有去过广州，我去过广州。对，很冷。脚汗可能主播没有脚气，没有脚气。我下次用洗洁精用洗洁精洗头是吧？你用洗衣粉啊？你用洗衣粉，你用那个，你别用高锰酸钾了，你用那个就是那个硫酸。你洗完了以后，你就是那个接我一颗枣核丁的那个，你接我一颗枣核丁是那种你就变成了一个武侠人物。那变态啊！咱们直播间里好多变态。洗完下麦片。主播是个糙汉，我是啊，我完完全全，其实我性格里边，你看我写了很多的那种矫情的那种歌都是那种比较细腻的歌。我的情感其实
写那些歌我才变得细腻。其实我生活里边情感也是一个比较大条的人，就是我感受不到，就是我不是一个那叫什么？就是体质体什么入微那个成语体贴入微啊，我不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人。对，我在感情里其实会比较直男癌，我会性格会比较直男癌。就是感情里边但我生活也比较糙我习惯了。对，习惯了，就是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也不是一个细心的人。我觉得我的细心来源于察言观色，就是大男子主义会打老婆吗？现在也想打，但是打不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缺钱，有一些人可能借着这个由子他讹你钱，也想打装修版是什么意思？我最近在装修啊，我最近在装修，所以会有一个装修版。对的打老婆和大男子主义没有关系。我的理解就是大男子主义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就是会有一些传统观念上的大男子主义，比如说我觉得我的大男子主义是会觉得说我不做家务我觉得我的大男子主义主要体现在我不做家务，我几乎不刷碗，因为我觉得这会把我的手弄湿。对，这是我比较对，我会做饭。我会做饭。晾衣服吗？不太会，晾衣服叠衣服我都不太会。对啊，就是比较自私，我觉得我。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剧里的高志鹏就是我呀。你们看那个芝麻那个剧里的高志鹏，就完完全全是我，因为那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啊，我是高志鹏那个角色，所以我也是那种干点逼活，然后就喊累，然后下班了就死活不愿意动弹那种人，然后衣服到处扔啊之类的，对，我是这种人。小狗，小狗，小狗，好可爱的小狗，好可爱的小狗狗。遛狗吗？我现在也几乎不遛了，都是小大夫遛。你的优点就是自私的很明显，不藏着掖着。就是就是我会觉得说，
就这些事儿不用我来做，就是有分工，有明确的分工。我会觉得说我去赚钱就好了，然后我去家里的开销就好，我是属于这种人。我不太喜欢就是那种特别复杂的那种工种，就是你告诉我干什么，两个人会就分工明确。但是如果说就是有人会给我钱花，或者说养家的话，我觉得我也可以就是变得就是那个角色，对吧？就是我觉得分工要明确，人不能说你既要又要还要。我不太适应就是那种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的观念是什么，分什么一零，对吧？有的人会觉得说不要分一零，哎，都是一都是零，想做啥就做啥呗，两个人商量着来呗。或者说有的人就说哎，那个啥谁赚钱多谁赚钱少的都去赚呗，就是会有这种观念，但我的思想我不行，我可能会更希望就是说，我就是那么一个角色，你跟我约定好了，我在这个角色里边，如果我做不好的话，我可以知道我自己的不足，我也知道你的不足，别到时候两个人都推卸责任，就突然就俩人就吵起来了。上周明明是你做的零，完了这周还是你，那不都说好了吗？一人一周的，你知道这种，你说这可能就会出现矛盾，对吧？那你就是不太好。我就觉得说，就是大家就说好了，你别来回变，你来回变的话，我真不行，我反应不过来，我也调整不过来。对，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理性一点，受不了，我真受不了。有的人属性也不分，有的人属性也不分，就是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会有一个人就想做就做那方面，他不想来回变了，他可能他都体验过了，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做这个比较轻松，就是这个是你要求不过来的。对，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所谓的就事先说好的一个约定。你就像我们工作的时候都会有岗位职责嘛，都会有部门嘛。如果说你不划分好的话，其实就突然说哎，有活大家一起干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成立的一个观点。所以挺累的。现在都是零类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现今的市场来讲的话，都是一比较轻松，一比较轻松，零可能又要健身呐、然后又要很 open 呐、对吧？一就要求会比较少一点啊。里面穿白短袖还有什么？还是什么？白短袖。今天和姐妹淘闹翻了，怎么办？我觉得一很累啊，零完全不动的，那你是没碰着我，你要碰上我的话，
我会逼你，不动好，那就不动啊，爱做不做，就是那种你别觉得了不起了你，我无所谓啊，就是那种。我是以不变治万变的那种人，所以就是没有人能要求得了我，无所谓啊。怎么了？累了？做过医都知道这真是体力活。做医至少30分钟才没有压力吧？你爱动不动啊？不然搞个10分钟。我觉得那个时间对于我来讲的话，都还好，就是什么动作之类的，就可做的动作也就那么几个吧。你还想做什么？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姿势啊？我喜欢别人自己动啊，这是可以聊的吗？或者说，就我，对啊，就是就懒啊，对啊，就懒，我是很懒的人。所以跟我在一起的话，那方面一定要主动。现在的零真的不动的，还是没遇到，就是可能你是1还是0啊？浮想联翩，你是1是不是？浮想联翩，你听这个意思，应该你是1是不是？浮想联翩，你是1是不是？啊，你是1是不是？浮想联翩，我就告诉你一招啊，让所有的0都动起来。啊，我告诉你一招，让所有的懒灵都动起来啊。就是你跟他要发生的时候，如果说对方不主动的话，你就假装睡着了。你知道一般的0啊，看着你睡着了，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然后他就想办法让你醒来，然后他就各种试探，真的，就是无所谓啊，无所谓，真的无所谓，无所谓。反正我装睡着了，我也不尴尬。你不着急，就会有人着急啊。随便啊。不是有心机，那我急，只是吐槽啊。我觉得还是，在感情里越主动的人可能越会受伤害，无论说是感情上的主动还是那方面的主动。做一个被动的人，其实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全身而退。你们懂我的意思的，听懂掌声。就是你要懂得一点，就是别太主动，就做什么事情不要主动，主动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任何的状态下都不要主动。如果说你掌控不了自己的内心的话，就代表这段感情你是没有办法掌控这段感情的。所以试着让自己被动起来。只能说这么多，只能说这么多，就是哪怕你再喜欢一个人，你都放慢，让自己别那么显现出来。工作也是这样，都不主动不会散了吗？如果说有一段感情里边，这个得看你需要什么啊，那个 W。比如说你是一个想去爱别人的人，就是你想找一个你喜欢的人的话，那你主动我觉得没问题嘛。但是如果说你要去找一个喜欢你的人的话，你就算不主动了，他会对你更好。喜欢你的人，如果你不主动的话，他会对你更好，他会更伤感着。除非就是你一直喜欢倒贴，那个你就一直主动下去吧。小大夫也不像主动人，他是很主动的人，他是很主动的人。小大夫跟我在一起，他很主动，他很包容我，我觉得灵又要洗又要注意饮食，我心里有的就原谅了。谁需要你原谅啊？就是浮想联翩，谁需要你的原谅？就是就很多段感情里边，其实你对他好不好没那么重要，就是他也不会在意。就是很多你觉得说我对他好一点之类的，他可能都感受不到。就是你要清楚能感受到自己需求什么，别人能不能给你这个给予你这些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所有的感情，你看你需要的是什么？每段感情其实都不一样，你的需求点都不一样。我跟小大夫在一起，起码就是这么长时间，我觉得都是小大夫比较包容我多一点，但是其他的感情里边都是我包容别人多一点。不同的阶段可能选择的感情类型不太一样。媳妇儿有痔疮怎么办？有痔疮的话，有痔疮怎么办？我不懂痔疮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痔疮是可以治的，是吧？痔疮就治就好了呀。我没见过痔疮。你就是痔疮。痔疮是怎么得的呢？痔疮会怎么得的呢？我不太懂痔疮。炖菜酒会。哎呦，那没有这样烦恼。就是暂时没有这样的烦恼，也不太懂这样的烦恼。我其实会比较烦恼的点是什么呢？我可能我最大的烦恼可能就是我会有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人在10的时候，可能自己就是不太敏感，
但是又在那个状态里边，所以经常会搞到很晚，以至于耽误他的休息，以至于耽误他第二天上班。对，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对，这个是我比较困扰的点，就是这个没有，就是就我跟小白国一开始的时候，他经常就是，第二天就只睡2、3个小时，对，然后就有的时候他就会请假，对，因为他休息不够，对，一开始的时候是会，对，说这些，我对象在旁边已经打我了，就嫌你没用是吗？你看看人家百里屠夫，是吗？这还不如人家一个零头，人他妈3个半小时，你3分半，对吧？啊，这告你对象就是这个真的是也不行，聊这些话题会说你，那你退出啊，我们继续聊我们的。不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太熟悉这个人的，我可以理解的，我可以理解，就是我可以就说出来，你们这么理解，就是一开始不熟悉他的身体，然后两个人的契合度也不了解，所以不知道什么状态他会开心，也不知道什么姿势、什么角度自己会比较开心，能明白吗？就是因为你不熟悉这个人的身体，每个人的身体结构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声音、状态、表情，每换一任，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你只有熟悉这个人的身体，或者说，你跟他契合度比较高的时候，你们才会，可能比较快速的达到两个人的点。我说这些你们能懂吗？你们没谈过恋爱的，你们能懂吗？就是两个人如果说就是有契合度的两个人，其实是知道彼此的那个点的。就比如说我知道他可能喜欢就是接吻，喜欢被甜咪咪，他可能会有很多的他的点，我也有很多点，他要了解我的点，我要了解他的点，所以两个人才能快速的就是能开心，对。姚耳铜匠是吗？这的铜匠，对，不一样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是需要了解的，这个是需要了解的，你不能说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你一定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对吧？咬耳朵，那个容易吹出中耳炎，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什么往里吐唾沫，这吐吐面，过来，把耳朵给我，呸，是这样吗？哎呀哎呀，这个容易弄死人呐，这个这不行啊，这个不行。还少玩啊，这种少玩，不是吐痰啊，是说悄悄话，不
不一样的，每个人其实不一样，就是你耳朵脱敏了，对，有的人耳朵脱敏，你像我这有中耳炎的，你也不能在我耳朵，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可能会亲你的耳朵，亲你的耳朵，然后他顺便吸一下，他顺便会吸你的耳朵。我这中耳炎这么严重，你要给我吸一下，我这耳朵都能聋了，你把我鼓膜给我吸破了，对吧？你千万别吸耳朵啊，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你千万告诉哎，你别碰我耳朵那种，对。角色扮演的衣服处理完了吗？那不是角色扮演，那个是我们店里的那个演出服务，都处理完了，哎。拍戏的时候会投入真感情吗？看角色，真的看角色，就是看，我不是说看我自己的角色，我是看对方的角色，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比较我的菜的话，我可能就会投入啊。就是经常会有人问我说你的房子买在哪里之类的，我一般都回避这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会回避，因为我有被跟踪过啊。就是我为什么会，就是别人一问我说你住在哪个小区啊，你的房子是什么多少钱呢之类的，我都会回避。对，就是经常会有人就是问这个问题我都不回答的，因为我真的被跟踪过，就曾经有一个人就一直跟踪我，然后他就给我发私信，对，钱你不是自己说了，我没说，就是他就给我发私信，他说你家是在哪儿吧？我说啥呀？我就没回复，然后他说那个，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定位，我不是，是定位吧？还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叫咸蛋家，他给我发私信，我好像是发了个定位，还是截图的定位，然后就是给我发，就是真的是我家小区，然后他说我找到你家小区了，然后我其实，而且他定位定得非常准，我跟他是没有微信的，也没有任何的交集，他居然能找到我的定位，然后定位的特别准，我不知道是蒙的还是怎么地，我也没跟他说过我们的小区，我就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不敢，我那段时间我就不敢出去了，因为我们小区就是我们之前我在北京的小区其实是会树也比较多，然后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就是那个门卫其实不是特别严格，不是特别严格，所以就很怕他就混进来。你像我深圳的房子也不严格，然后就惠州这个房子比较严格，所以就是很怕就是有人窜在草丛里，然后就怎么样，就我觉得那算是一种威胁，所以我就不太会公布这一个事情，还有就是就是我之前
我之前我不是做酒吧嘛，我做酒吧，然后我刚来深圳的时候，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我家的定位，不是发了一个定位，就是我拍了一下我家的那个小区附近的一个街道，然后配文就说才下班之类的，我就在朋友圈发的，也没有定位，就发了一下，就是我们小区前面的一个道路。完了，当时有一个类似于顾客吧，喜欢我，然后他就是听我的员工说我第二天要去北京，要去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忙，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要来送我，送我去机场。我说我不用，我说我那个我第二天早上很早的飞机，他也不知道我坐哪一班，反正我就说很早的。结果我第二天我就醒了嘛，醒了以后我是早上6点多的飞机，6、7点钟的飞机，然后我醒的就比较早，然后我就在那洗漱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因为他有我微信嘛，因为他是我顾客嘛，他有我微信，他说我在楼下等你。我说你在哪个楼下等你？他说不是某某某小区吗？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我小区的呢？他说那个反正就是知道。我说是不是员工告诉你的？他说不是。然后我说那你怎么会知道呢？他说这一片我熟，我看了这条路我就大概知道这是哪个小区。虽然说是顾客啊，虽然说也认识，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啊，就是会很奇怪。然后我就撒谎，我就说，哎，其实我已经走了。我说我更早的飞机我已经走了。然后等他，我就寻思等他走了我再走。结果他半天没走，后来我就一溜烟儿，因为那个叫的车嘛，一溜烟儿我就窜上车，然后我就赶紧走了。我走的时候，那个他的车还没走，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恐怖。就是我也不是说我多金贵，但是我会觉得说，很冒犯，我也说不上，就是反正就不太喜欢，就是不打招呼的那种。还有，你知道还有，也是一个顾客，有我的微信，因为我开酒吧的嘛，然后经常会有全国各地的粉丝，然后来我酒吧，然后就跟我喝酒，然后跟我拍合照，然后说能不能加个微信。你那种情况下，你不会说哎不好意思怎么样，因为人家远道而来的，然后加你微信呢也就加了，然后我就加了，加了以后，我就有一天我去了一家餐厅，那家餐厅很贵，那家餐厅是日本餐厅，就 omakase，人均一个人要1800，一个人要1800，两个人就3000多嘛。然后那天因为我一般我不发这种东西，但是因为那天我在那充值了，然后我就挺想告诉我身边的那些客户的朋友，我说我这边有充值之类的，然后改天就是请你们来吃之类的，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也发了一个定位。结果这个顾客这个粉丝就看见了，看见以后就给那个店家打电话，因为他看到我那个定位了，定位里边通常会有那个电话嘛，他就给店家打电话，我们马上吃完了，好像马上吃完了，然后那个经理就跟我说，范先生，
那个刚才有一个电话说是你的一个朋友，看你在这边吃饭，问你的包间儿，能告诉他吗？我说谁呀？他说这个没问。我说那你先别告诉他。然后我说等我们走了你再告诉他。然后等我们走了之后，我就说你让他来吧，顺便给你们增加一下营业额。然后紧接着那个粉丝就过来了，过来之后那个店家那个经理就给我发他的照片，我说啊是他呀。这是一个粉丝，都就是只拍过合照的那种，对，就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他们根据这个定位，他们就想来找你之类的。幸好那个餐厅是怎么的？幸好那个餐厅因为它的价格比较贵，所以你像我们2000多就得是一个包间儿。2000多3000多是一个包间儿，然后这个包间儿是独立的，就是里边没有任何人，就2个人。那个包间儿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包间儿，就2个人。所以你请他吃没有啊？我没请他吃饭，是他来了之后，我不知道他点没点东西，反正他在那块坐着，然后那个经理就给我拍照片了，我就知道啊，原来是这个粉丝，我没有请他吃饭。我觉得很奇怪呀。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是没有分尊感的。后来我其实跟这个所谓的粉丝，我其实跟他有一点点不愉快。为什么呢？就是他每次他都会来我酒吧来消费，消费多少钱是一回事儿，就是其实消费的没多少钱，但是其实这也无关你消费了多少钱。就是他有的时候他喝多了，然后他看我在吧台里边，他就进吧台。你们要知道，一家店，你们去餐厅也好，去酒吧也好，吧台是一个非常非常私密的地方，就是没有顾客能进吧台的，他就进吧台。